今年因为 AI 的关系，股票又创新高，投美股人就知道，对。但是呢，在过程当中又是上冲下洗，又有战争，又通膨，对，有很多不确定性。所以对于我们一般小众投资者来说，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？有鉴于此 ，Coach J 特别帮我们看了超过20个顶级的投资专家，像是巴菲特、索罗斯，所以是真的有投资成果，不是只是电视上的老师。所以他们呢，其实都有各自的投资原则。Coach J 呢，看完了他们所有的投资原则，再根据今年2024年现在投资环境，特别为大家精选了4条最适合今年我们可以跟着去执行的投资原则。然后 Coach J 也在每个原则里面分享了他自己的见解，希望对于大家今年的投资有很大的帮助。欢迎分享给正在投资或者想要投资的朋友。第一个法则，让赢家领跑 ，Let winners run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投资者最常犯的错误呢，就是看到自己投资组合里面有一只股票啪啪啪涨得很快，入袋为安啊，入袋为安，对不对？没有变成现金都假的啊，对啊，要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嘛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在它啪啪啪涨的时候，就会太急着卖掉。那在卖掉了之后呢，其实你就丧失了继续跟着它一起成长的机会。所以巴菲特很著名的建议之一，我们最喜欢的持有股票的时间其实是永远。Forever， 因为对他来讲，如果我已经购买了一间伟大公司的股票，最好是永远不需要卖出。像他喜欢喝可乐，然后他觉得全世界的也都要喝可乐，对啊，不管经济好经济坏，他都要喝可乐。所以这么强的公司，他其实就持有到现在，真的感觉像是永远持有，永远不会卖。接下来出版了一个著名的加特曼投资通讯的丹尼斯·加特曼也说了一句话 ：Dennis Scott， 对获利的投资要更有耐心，持续让赢家领跑，让他们持续攀升。刚刚巴菲特讲的类似，就是不要因为已经获利了就着急着把股票卖出，丧失了更多它继续上涨的空间。当然，如果有充分理性的理由，还是可以考虑。比如说，如果你遇到了比如公司或是产业的前景有一些巨大的变化的时候，这些理由你是可以考虑。才是为什么要选卖出，对，而不是有获利就卖出。那后面我们有几个例子 ，Coach J 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情况。那希望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参考。第一个例子就是一只股票一直涨，提早卖，卖完之后继续涨，听起来很好，很好。所以这个例子就是2015年前一支片有跟大家分享 ，Coach J 其实在2015年就买了 NVIDIA 的股票。那个时候其实也蛮多人，其实因为 gaming 等等的关系，也有买，也投资，也觉得是好公司。不过呢，其实很多人在一半获利了20%，干掉大盘，好爽，50%，哎呀，那个再继续卖，对，到100%，有些 double 的 ，Coach J 不一样，持有了9年，他现在的报酬是190倍，19000%。对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其实就是很厉害，就是一直持有在一个非常好的公司，它其实长期来说给你的报酬，其实可能会远超你原本的想象。然后在心态上，其实对于很多提早卖的同学们，也是有一种心理障碍，很难再追回来。原因是因为它如果一直涨，你就觉得，现在是不是比较高了？对，过高，对，过高，等它回档，所以一等就等到190倍，就永远都没有回来，就买不回来了。第二个情况，一下跌赶快卖，恐慌逃。所以最近的例子就是 ARM， 之前跟大家分享新思科技的时候，有说 IP 领域的领导者。好，那 IP 领域领导者，其实之前大家看到这个表格，其实在5月8号、9号，其实有一波大跌，恐慌，所以大家就开始抛售，所以其实跌的幅度大家看到非常深。不过其实2-3天的时间，马上又拉回来，所以这就是当它是一个好股票，之前有跟大家分析，不管从定价，不管从市场来说，其实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。对，想要长期持有的标的，对，其实是一个 winner， 是一个赢家。那其实在这个赢家的股票上面，其实你就要 hold 住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波动就恐慌就卖掉。对，那一样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凹槽卖掉的话，它现在涨回来，心里又会纠结，到底要不要买回来？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它是不是又会再会不会再凹回来？所以就这样一直等来等去，凹来凹去，就错过了上涨的时间。当然还有第3个状况啊，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考虑卖出一只股票的话，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因，而不是因为小获利要了结。举一个例子，就像现在其实 AMD 之前跟 NVIDIA 一样，都是暴涨的 AI 股。不过上一集跟大家分析，其实 AMD 在这次第1季度市占率是有微幅下跌，然后市场前景基本上财报也就是符合预期，所以目前跟 NVIDIA 比起来，其实有比较大的落差。一个是持续的上涨，一个是之前有上来，但又反转一个转折点。之前判断它是一个赢家，长期持有，可是当有这些转折点出现，不代表现在马上就要卖出。不过这个是一个警讯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几个季度这个市占率是不是会有个持续下跌，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上上下下比较容易维持的情况。就是你来判断的时候是看公司的基本面来判断，而不是看讲说我自己心里觉得已经涨了20%了，涨了30%，所以我要卖掉。所以 Coach J 给大家的建议一，包含我们就是买了长期看好的股票就一直持有 forever，除非遇到像刚 AMD 比较重大的产业啊，或是公司表现的转折
折点的时候才能考虑要卖出。而且很重要一点是，你其实没有办法掌握就是 time the market， 你没有办法择时买入，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最高点，什么时候是最低点。尤其是当你在买到赢家的时候，当它一直上涨，就是你卖出了，你很难等到回档的时候再把它买回来。最后，巴菲特又跟我们分享了一句话：股票市场是一种把没耐心的人的钱转到有耐心的人的口袋。哎呦，第二个原则，不要让输家领跑 ，Don't let the loser run。所以跟前面其实反过来，巴菲特给了一个看起来蛮简单易懂的建议，就是永远不要亏钱。哎呦，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对，这其实蛮好理解，它就像是我们平常像现在 NBA 季后赛一样，如果你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分数比别的对手多1分，就赢了，就赢了。那如果你少了1分，就输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的，很暴力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呢，简化来说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，也就是你只有这笔钱，如果你放在跑比较快的地方，它可以带给你更多获利；你放在比较慢的地方，或甚至亏损的地方，它就会侵蚀你的本金。但如果你会担心这些丢进去是沉没成本，而不想要转换，其实你反而会丧失更多获利的机会，就是机会成本。对，其实就机会成本概念，其实尽早停损，把钱转出来丢到赢家的股票，其实你反而会赚更多，或者至少亏少一点。有没有例子或者？有啊，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所以其实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一般投资者，其实除了看赢家股票，其实里面也知道有很多输家股票。但是为什么有输家股票你还是不会卖呢？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学的原理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对，就很正常，大部分人就正常心理。对啊，它就叫做损失回避。Loss aversion。所以大致来说呢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存在一个认知的偏见，也就是失去的痛苦其实是比获得的快乐要多2倍到2.5倍。如果你在路上捡到1000块，跟你的钱包里面有1000块被人偷走，哎呀，被偷走的其实是心理痛苦2倍。其实同样的表现在股票也是一样，你其实不太愿意接受你在股票的投资当中有任何比如说10%、20%的损失，因为呢，一想到亏损，你就会有2倍的痛苦。就算其实你心里知道这些股票其实长期来讲可能没有未来，但是还是因为避免那个痛苦，心中有一丝丝的希望，它可能有一天可以回本，撑得够久的话，留着我没卖掉就没有输。哦，对，没卖掉就没有亏，对，没卖掉没有亏，对，变纸上富贵。丹尼斯·加特曼又有另外一个著名的建议，对于亏损的股票要极度的不耐烦。像 Coach J 也有很多朋友，生意或是工作上都蛮顺利，在中国工作。那在东吴大陆呢，其实股票里面其实也投资了一些钱。那最近当然中国股市比较不好，所以有亏损。不过呢，那些朋友都不愿意卖掉，承担损失，就让那个输家领跑。对，输家就继续领跑了嘛。所以 Coach J 就跟他们分享说，如果你卖掉，就算它现在是亏损，你把这一笔钱拿去放到比如说美股这些长期在上涨的股票，你的情况其实是会好很多的。我相信现在在看荧幕的您，可能可以考虑一下。所以这就是不要让输家领跑，有一个停损点。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其实就是 Intel， 很好的公司半导体也算是一个大公司，但它在晶片主战场，其实现在持续失去市占率。之前有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它现在新的策略，晶圆代工上面看起来还没有办法撼动台积电的代工霸主地位，所以它的策略其实有点不明朗，还不确定会不会成功啊。对啊，所以如果你现在持有 Intel 的股票，你会怎么做？先留着吧，撑一下。对啊，但是如果问题反过来问，你现在什么股票都没有，你有一笔钱，一个 Intel 跟一个台积电，你会买哪一只股票？台积电啊，对吧？很明显嘛，以长期来说。但如果你2只股票你都有持有，你会怎么做？2只都留着吧，就是撑着嘛。对啊，就台积电让它继续涨，Intel 看会不会应该会回来。对啊，所以这就是应该大部分人如果看这个股票的市值分析，从今年初40-50块，现在已经跌到30块了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我就撑着看它能不能再回去。但其实最好的策略在这边，如果你在没有持有任何股票的情况下，你都会投台积电，应该是有一个思考逻辑是 Intel 可以卖掉，买台积电，会不会长期来说对你的资产总额来讲会是一个情况比较好的选择？用这个例子 ，Coach J 希望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让输家领跑跟让赢家领跑，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，完全不同。更何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，就算已经是非常顶级的投资者，就连他们也都不可能100%正确，有时候还是错。巴菲特上周才说他的其中一个投资策略是错，派拉蒙。所以就像索罗斯说的，其实重要不是你对或错，重要是你对的时候赚了多少钱，以及错的时候损失了多少钱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用这个表格来看。看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只有4个标的，你投了4个标的，只有1个是正确赢家股票，其他3个都是输家股票，你觉得你的投资表现好还不好？我都各投25%，对，都投25%，亏爆啊3/4的决策都是错的，对啊，对，跟你实际的投资状况其实蛮接近。但是大家看这个表就会知道，其实不一定，因为如果我们在第一个情况之下，如果我在正确的那个选择的长期增长，有点像是投到 NVD 190倍，跟我亏钱可能亏20%、30%，其实整体来说，我整个投资组合都还是会是赚
赚钱。反之，如果我的亏损其实是大的，就是我做错决策的亏损会远大于对的赚的钱，那当然第二个就赔了。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取决于你对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让它持续领跑。赢家让它一直涨，不要太快获利了结。碰到输家的时候，能不能赶快停损，不要让它一直跑。当你有这两个逻辑的时候，其实对错就不是那么的关键，关键就是你可以在对的时候可以赚的比较多，错的时候亏的比较少。就 Coach J 的建议2：勇于出售长期不看好的股票、输家股票，接受损失，再把它重新投入到长期会上涨的股票，才是比较正确的投资策略。第3个规则：合理调整你的风险，并且坚定你的投资信念。投资里面代价最高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正确管理你的风险。其实又跟心理学有关，有些时候我们本能会告诉我们，在错误的时间，有时候承担太多风险，或是承担太少风险。比如说股票上涨的时候，你会想干嘛？追高啊，追高继续买嘛，怕错过。这个时候你其实会承担比你想象中更多的风险，股票高估的可能性。第二个呢是股票下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逃，哪次不逃？这个其实你相对来讲是会想要承受更少的风险，把自己的部位减少，会比较少的风险。但这件事情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对或错。其实这边Coach J希望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为什么合理调整你的风险很重要。第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如果你在投资组合中承担太多风险，其实是不好的事情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其实就算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，其实也有可能犯这个错误。有些像矽谷银行或之前雷曼兄弟啊这种大型公司会倒闭，只要房市一个波动，风险控管不好，基本上就会面临到就崩了。所以这就是没有管理风险，承担太多其实也不行。第二个情况其实也有可能发生，一般人也有可能承受太少的风险，太少也不行。Coach J有跟我们分享，其实他有一些朋友40多岁成功商人，他们也有可投资的资产，但是都放在定存稳健。就算是比如美金定存，封顶也就是大概5%，都已经算很好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知道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很多次，就算美国你是投大盘指数型基金，很分散，风险比较低，每年平均也有10.2%的报酬率。如果我们就用5%跟10.2%5年来看这个表格，其实5年的总报酬其实就差到了35%，复利的力量。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太保守，只放定存，对于你的资产增长其实也是一个障碍。再来就是要坚定信念，所以像葛罗斯有建议，你对于投资的东西呢，你要有信念，因为这件事情它连续13年可以击败市场，平均回报率29%，接近3倍。对啊，你市场10.2，所以他能够做到，其实就是对于他投资的东西是有信念。另外一个大师彼得林区有个经典著作《One Up on Wall Street》，他其实有说，其实要知道你拥有什么，并知道为什么拥有它。有点像 Coach J 讲，要做自己的研究，对，千万不要跟着他，就是很容易专家说什么就人云亦云，或者是跟着市场一起恐慌，或者是追高，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一点。这个也是回到刚刚前面的原则，如果你没有要长期持有这张股票，其实你就不要购买它。还有一个信念上面的一个小误区，也是常常发生，就是当你就算有足够耐心，也等到机会出现，下手不够重，还是有一点钝手。当你真的看到趋势，看到一个很好的会长期上涨的股票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像巴菲特就有说一句名言：机会难得。当你下黄金雨的时候，拿水桶出来接，不要拿小杯子接。其实像葛罗斯有说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一只股票，你应该要拿10%的部位砸下去，全部的10%。对，因为你10%砸下去，你才有可能享受到这个长期上涨的获利，对他有信念。不然就会像 Coach J 一样，假设他看到比特币的机会，就只投1%，比特币风险比较高啦，所以 Coach J 原本就是没有信心，就是想要测试看看这个市场。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建议至理名言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要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本能做一些对抗。别人恐惧的时候，你贪婪；别人贪婪的时候，我恐惧。如果Coach J的角度，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本能呢？其实他就有个建议3：首先需要知道你要投资多少金额。这可以多讲一点，就是像如果我说我要有退休的预算，我知道我的本金要到多少，按照这个投资报酬率算下去，到我退休那个时候，我的金额就会足够了。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你比较不会再受到很多市场因素影响，去加钱减钱。原因是因为你就算决定我要投100块进去，那100块里面你已经要想蛮多事情，包含选哪些赢家，长期持有，需不需要有时候小小的获利，必须要有时候把输家卖掉，所以这个其实蛮复杂。如果现在再多给你一个考虑点，就是市场很好，你要不要整个增加变150？市场很不好，你要不要整个变成50？这个其实考虑点就会很多很复杂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到接下来目标是什么，所以其实一定要有一个知道自己需要投资多少作为第一个前提要件。第二个呢，为了要避免本能影响，就是你只能投资至少在12个月内你不需要用到的钱。之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，但最好是2年内都不要用到，就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对，你就不会因为一个小波动急需要用钱的时候，
就必须要强迫卖出。第三个呢，好的投资想法其实不应该太过分散，虽然分散风险也是重要的，是重要的，不过不要过度分散。所以这个里呢，其实就像刚刚有说，俄罗斯有讲，如果有一个 idea 好的，你至少要10%丢下去。这个概念，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波克夏公司是不是也这个概念？其实也是差不多，它的前10大持股占90%，所以也是蛮集中。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投资者是适用。一般来说，以像我们千万要投资的这个投资实验的规模，其实我们选的股票也就是大概4到5只股票，再加上一半的 ETF 指数型，所以这个其实给大家参考，有几个好的 idea 就够了，不需要遍地开花。最后呢，要反本能这件事情，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不是这么简单。我就对投资没有兴趣，没有研究，不想学怎么看财报啊，不想学怎么看产业啊，不想学什么 AI 分析这些东西，其实也没关系。刚刚有分享，其实你可以投资 VOO 其实就是 S&P 500的大盘的 ETF， 在这上面，其实在过去来说，当然不一定是过去回报率不一定未来也可以达到，不过过去的平均大概10%，其实也比很多定存等好非常多，就是降低你需要跟你的本能跟你的直觉打架的这个状况。所以就像我们就算是有主动投资的部分，但我们有50%也是放在 VOO。第4条规则，不要随波逐流，需要独立思考，千万不要跟着买。对，所以 Coach J 最喜欢的一句话，其实这次不是著名的投资者，是一个老电影《上错天堂，投错胎》里面。所以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，一个人正确的可能性跟其他人试图证明他错误的强度成正比。白话文说，不同意你观点的人越多，你有可能是对的。这件事情蛮有趣的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适用，在投资上其实是很好用，因为投资就是大家看好不看好的一个游戏嘛，越多人买，它股价就会越高。对，但如果说你看到了一个观点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有可能你比较容易找到这个股票低估的机会，一个价值点，因为你有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判断，你才能够在股票里面赚到击败大盘的获利。正如彼得提尔建议的那样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到逆向思维，其实不是要反对大众，不要为了反而反，而是要独立思考。这就像是我们每一次都讲说，千万要投资，但千万不要跟着买，对，要自己做功课，自己有自己的观点，你有自己的经验，你对于产业的了解，所以你基本上也可以透过这些你有的见解去找到你认为低估的股票。目前预期这个夏季可能也会有一些股价上面、市场上面的修正的可能性。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2位大师说话，给大家一些借鉴，在情绪上可以比较稳定，不要那么容易恐慌。第一个是前美国驻瑞士大使谢尔比·卡洛姆戴维斯建议的，其实你自己不知道，你其实在熊市赚了大部分的钱，买进比较便宜，然后它反弹的力道其实通常都会比较强。也如同另外一位戴维斯说的，一般来说市场下跌10%是相当常见，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一次。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投资者，并不会因为下跌10%而恐慌抛售，反而是会甚至加码。假设有一些长期看涨股票，这就是加码的好时间。长期来说，其实财富的累积就会比其他人更快。所以巴菲特又有另外一句名言：投资的成功与智商无关，只要你具备了班杰明的智商，你所需要的就是能够控制自己，不要被市场的讯息影响你的情绪。所以投资成功呢，其实在情绪上的控管比智力更重要，才不会恐慌卖啊、逃啊，或者是涨了就追高。所以1个月前呢，Coach J 跟我们跟大家推荐台积电，那个时候也是一样高点，他们就说，为什么你要买那么高？为什么不高点卖掉？我们那时候买了135，现在大家看一下表格，到现在为止，其实台积电已经涨到150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跟大家说，这一些投资是需要不要随波逐流，需要有独立思考，做出自己的判断，不要因为市场说高它就高，市场说恐慌你就卖。Coach J 的第4个建议就是他独有的2天法则，当然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了，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分享，给大家一个参考，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要有自己学习长期投资之后，自己总结了自己的一些心法。那对于 Coach J 来讲，因为他在30年的投资历程当中，其实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，从失败中学习的例子，所以以他来说，他有一个叫做2天法则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市场上通常恐慌的情绪它是会蔓延的。当他发现他自己在长期关注的股票有8% 下跌的时候，在过去他其实有时候就会立即加码，立即加码完了之后发现喋喋不休，继续下跌，所以他就发现哇，这上面吃了不少亏。所以他现在的做法就是，不管它狂涨狂跌，他都会先等2天让子弹飞一下。在他的经验法则里面，通常一个事件恐慌造成的大涨大跌，2-3天后其实会稳定，所以看得出那个趋势到底是真的涨还真的跌，那个时候再行动也不迟。这个就是在独立思考里面 Coach J 的心法跟大家分享。不过他其实也鼓励我们有自己的投资的方式，做出一些判断。希望上述4个Coach J精选的原则对大家有帮助，尤其在2024年这个不确定的市场一直上新高，但这些原则其实都是从已经成功的成功者淬炼出来的一些投资智慧，所以希望大家对大家有帮助。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说，大家觉得哪一个原则你最喜欢，你觉得最受用、最有帮助？好，那么可以互相讨论一下。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千万要投资，千万不要跟着买。下次见啊，拜拜。